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王炯，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。今天我们又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 OPPO 刚刚发布的 Reno 7 Pro 啊，所有的颜色全部都有啊，而且我们有这次的主打叫星语心愿。这个系列作为 OPPO 所有产品系里边最主打，因为它量是最大的这个系列，所以每年的这个关注度应该还是比较高的，尤其是女性用户。而且 ID 方面这次是做了一个全面的改变。不过关键点，小白测评，我们聊聊 Reno 7 Pro。ID 方面，其实 OPPO 早就已经亮相了啊！我手里这个是星夜黑、暮雪金色，这两个颜色其实都是之前 OPPO 比较传统的这种磨砂玻璃的质感。但是这个黑色版本啊，如果你放在这儿的话，感觉它有点像金属啊。这个 OPPO 的这个 logo 看出来是这个玻璃，然后这个金色的话也是有一个渐变色，是有一点淡淡的这个粉色到蓝色的一个渐变。这次的主打星语心愿，其实它是一个怎么来讲啊，很难形容啊，一个蓝色，然后到橙色的一个过渡和渐变。最主要的就是它是有一个斜着的纹理的。这个官方宣称呢，它是有120万道流星雨的时刻啊，就是你摸着是摸不出来这种斜着纹理的，它是把这个斜着的纹理做在了这个下面啊，但是呢，表面是做上了一层 AG。但是 OPPO 的这套时刻技术呢，就是既保留了光泽，然后又不沾指纹啊，这个是值得点赞的啊。OPPO 还给了一个名字叫 LDI 星语光刻技术，而且说是非常的耐刮，说是这个还能抗这个金属的这个刮擦。不过我确实不太敢测试啊。这是之前的这个 Reno 6啊，大家可以走波弹幕啊。如果觉得这次还 OK 的 ID， 请扣个1；如果你觉得这次好像差点意思啊，可以扣个2。它在一个镜头模组上呢，给你做了2个台阶，而且是不同的质感。下面这是光面的，上面这个是类似于中框一样的一个磨砂金属。还有一个全新的设计，就是在这个镜头模组的下方呢，它给你加了一圈氛围灯，它在来电和有通知的时候都会亮起，而且你可以在系统里边自行进行设置啊。而且你插上电之后啊，把它设置成常亮，晚上还能当个小夜灯。OK， 转到正面啊，说实话，我刚打开的时候还是有一点小震撼啊，就是它边框这侧控制的非常不错，这个两侧的边框尤为的窄啊，叫这个极窄边框，而且基本上做到了两边等宽，就是额头和两侧基本差不多的，这个 R 角这里稍微宽一点啊，然后即便是这个稍微宽一些的下巴，但是放到所有的这个机圈的手机里面，这也算是非常窄的，所以正面视觉的冲击力还是非常不错的。而且它采用的也是一个直角边的设计嘛，你就会感觉这个手机是特别的轻薄的，而且它也确实比较轻薄啊。这个 7.45 毫米180克的重量，在这个基础之上，给你加入了一个4500毫安时的电池啊，这个堆叠能力，尤其是这个 7.45 毫米啊，还有65瓦的这个快充，还是有点东西的。额头的这个部分呢，它是采用的一个微缝的听筒啊，这个听筒式的双扬器，我们可以来听一下。这块屏幕在我们这阵子的使用过程中呢是没啥问题的，各方面也都很好啊。不过呢，它确实没有上到最顶，它是一个90赫兹的屏幕，然后1080p 的1.3的一个直屏，但是它是 2.5D 的，划过边缘的时候还算是 OK 吧。但是它这个 2.5D 的弧度并不是特别的大，而且它光学指纹识别的这个位置是相对低一些的，比如说我正常握持大概在这个位置，但是它在这里，但识别速度各方面都没有问题，震动方面也是这个 X 轴的马达。软件方面呢，这次它出厂啊是直接预制了 ColorOS 12。ColorOS 其实目前在整个国产的这些 OS 系统里边表现还是不错的，尤其是在动效方面，说是这一次呢在动效方面又一次有加强不过它是90赫兹的这个屏幕啊，当然有得必有失啊，没上到120可能没有那么极致，但是它兼顾了续航啊。之前大家都知道啊，这个加上120还有2K 之后，这个续航5小时都跑不完。UI 动画的这个效果上呢，我们感知不是特别强啊，但是在流畅度方面，这一次应该是有一些提升。第二个我觉得值得讲一下的就是在隐私方面有一些加强，比如说啊，有一个功能挺好的啊，就是叫智能防偷窥。比如说啊，你正在看手机，对吧？这个有一些通知消息进来了，如果它的前置摄像头识别到在这个镜头范围之内有另外一张人脸，它就会把这些通知给隐藏掉，而且你可以自己设置防偷窥的这个应用啊，比如说一些不重要的你就不用开了啊，比如说短信啊，或者说微信啊、QQ 啊，涉及到一些消息的，你就可以把它打开。第三个，很多小伙伴应该也在网上看过了啊，这个叫 Emoji 啊，就是系统形象，它可以自行设置。到这儿了，我还不能找一个有头发的吗？哪个头发最多？哪个？啊，这个头发多。
OK， 非常丰富啊，包括这个眉毛的形状，包括颜色、眼睛，而且它是配合了一些震动啊。这次我觉得 ColorOS 12就是在震动方面也有一些提升 ，Extra 的那种马达，就是你一滑动它又配合上，这个是很细节的地方。哎，还可以戴帽子啊，这个帽子的类别有待丰富啊。我这种比较标准的鸭舌帽这里面好像没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小白测评。欢迎大家收看 OPPO Reno 7的体验视频。OK， 影像方面，这也是 Reno 系列一直的主打。不过这次呢，它把自己重点的笔墨都花在了前置方面。这颗全新的 MX709 前置一开始我没怎么注意啊，但在我用3杯奶茶让工作室运营妹子体验之后，给出的结论竟然是惊艳。直接看实拍啊，在极端的逆光环境下，对比上一代 MX615，在保证美颜的情况下，背景还原更加真实，而且保留了更多的细节，受强光的影响进一步缩小。最重要的是，在极端暗光环境下的自拍成像，这个表现让我们工作室的钢铁直男都惊叹连连。在几乎没有什么灯光的环境下 ，MX615非常还原真实啊，就是几乎啥也没有。但切到 Reno 7 Pro， 咔嚓，这一开始怀疑是不是谁把灯给打开了，这差别非常大。不过毕竟是如此苛刻的环境，肯定细节还是有所丢失。其实目前白天大家已经很难拉开什么太大差距了。这次的 RGBW 技术确实提高了极端环境下的出片率，毕竟能和不能用啊，这就是质的飞跃了。前置夜景视频也有了不小提升，相比于上一代，在手持的情况下，709的进光量提升让画质上了一个台阶。如果你女朋友对拍 Vlog 有需求的话，自己的设备又没电或者是没带啊，这是一个不错的备用设备。对于这种比较注重前摄的机型，其实我没有想过，这为什么美颜我不直接使用美颜 APP 呢？带着疑问，这次我们好好体验了2台 Reno 7 Pro，一台用自带的美颜相机，一台下载了市面上比较火的美颜 APP。我这钢铁直男不是太明白，但是工作室的几个妹子都表示，自带的这美颜会更加自然一些，美颜 APP 的 P 图痕迹会比较明显啊。当然 APP 也可以通过复杂的设置达到自然美颜的效果，但是那样的话每个场景你都得手动设置啊，非常麻烦。自带的美颜相机是因为手机厂商针对这款 CMOS 进行了单独调教，所以基本上可以做到随手拿起来就拍。简单点说就是自带的更方便更自然。这个后置呢，是 MX766，跟之前的那个超大杯是一样的，这个8万的广角，还有一个200万的战术镜头。具体表现我们直接看几组对比样张。处理器方面呢，这个 Pro 呢是采用的天玑1200 Max， 它说是 Max 啊，但我们实际体验下来跟这个1200呢没什么大区别。Geekbench 5跑分单核841，多核3220 ，GPU 上 3D Mark Wildlife 得分4226，纸面性能持平1200。实际体验上，小白测评数据库20款应用2轮打开测试，12G 的版本 Reno 7 Pro 平均用时113秒，表现中等。充电上65瓦4500毫安时电池，10分钟42%，31分钟前台100%，UI 充电4分钟，最后完全充满35分钟。续航上90赫兹模式下，新版小白测评数据库3小时轻度续航测试胜于60%，5小时重度续航测试胜于16%，表现还不错。最后测到死的项目上 ，Reno 7 Pro 总共坚持了6小时10分钟，要明显好于没电关机的 Reno 6 Pro Plus。90赫兹屏幕加大后的电池，算是打破了 OPPO 机型一贯续航垫底的魔咒。数据库发热上1小时5G 网络合并精 HDR 高清加极限60帧，最高45.5摄氏度。帧率上合并精流畅加90帧模式，整局平均87.3帧。可能由于破解啊，官方没做什么优化，这游戏中的小幅掉帧还是比较多的。功耗方面控制不错，整机平均3.92瓦，仅次于麒麟9000的机型。原神平均43帧，降频锁帧分为4个阶段啊，9分钟后完全锁定40帧。虽然整体帧率不高，但后期稳定。其实体验下来和部分888的锁帧机型还差不多，当然和性能放开或者9000肯定是比不了的。最后极限光明山脉测试 ，Reno 7 Pro 平均31.2帧啊，高了天玑100近5帧，但功耗也更高了，整机平均5.34瓦。发热上半小时温升曲线啊，机身最高48.3摄氏度啊，对于这个帧率温度并不低，但全面来看，对于1200来说还算调教的比较成熟了。数据总结，这个 Max 和1200啊基本一样啊，但调教更为成熟一些。在新系统的配合下，加大了电池，没上120赫兹，续航从垫底上升到了前列，发热也明显好于870的 Reno 6 Pro Plus。在实际体验没什么明显牺牲的情况下，降低了一些配置，但做出了更成熟的方案，这效果有些地方还更进步了。对于这种取舍，觉得 OK 的请扣1，不认同的请扣2。当然，它毕竟不是顶配 SoC 啊，极限性能还是和大旗舰比不了的。OK， 简单总结，这台机器呢，我们体验下来啊，它的完成度呢其实算是比较高的，因为除了这个前置镜头之外啊，其他的都是一些 OPPO 系比较成熟的东西了。在产品的这个定位上呢，OPPO 对它还是思考的比较清楚的吧。就比如说，它并没有强行的上一个120赫兹的这个屏幕，因为之前那个续航成绩大家都知道啊，你非要上120的话。
这个到时候续航又比较拉胯。其实之前的这个 Reno 系呢，一直是比较偏向于女性定位的，这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属性啊。但是这次呢，尤其是一些这个特别颜色的加入啊，还有就是大电池啊，我觉得更加偏全面了一些吧。在前置镜头方面呢，依旧保持了自己强调自拍、强调拍摄的这么一个特性。不过这个比较厉害的前置镜头，对于我这种钢铁直男来说呢，就没啥用。但是如果要是给女朋友购买，或者说女性的家人购买的话呢，也可以参考一下。因为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价格啊，多少钱，大家可以走波弹幕啊。我觉得它的整体定位和属性呢，并没有改变，依然还是比较偏颜值向、偏潮流、年轻化的这种机型。这也是 OPPO 每年这个出货量应该是最大的这个系列。满分10分的话，大家给几分呢？更多内容精彩，大家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视频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我来试试。还确实没啥问题。